与海军成立75周年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同步进行的是在青岛举行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经过30多年的发展，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已经成为成果最多、活力最足、潜力最大的地区海军多边合作机制，是各国海军对话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盛会。值得注意的是，年会围绕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无人系统等议题进行讨论表决。通过举办这次论坛年会，中国海军如何与各国海军一道携手推进全球和地区海洋治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风险与挑战呢？一起来洞察关键。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成立于1988年，每2年举行一次年会。经过30多年的发展，西太论坛已有23个成员国与7个观察员国。我们看到这些成员呢，其实不仅是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还包括像加拿大这样的东太平洋地区的，那么还有一些对这个地区，有重要影响，或者是与这个地区有紧密关系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法国等，这些国家。都参加了这个论坛，有的是作为这个观察员国来参加的。现在这个西太平洋论坛，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从地缘概念上来讲是西太平洋地区，实际上无论它的这个组成上还是影响力，都大大超过了西太平洋这个地理范围。所以可以说，在现在，由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3个这个大的国家，在这个西太论坛里面。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西太论坛现在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中国是论坛创始成员国，始终秉持包容、平等、合作的原则理念，建设性地参与论坛事务，并曾于2014年承办第14届论坛年会。10年后，中方再次承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命运与共的海洋”，共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180余名外方代表参加，其中20个国家是海军或海上防务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23号，论坛举行年会高层研讨会，多国海军海上防务部门领导人就围绕全球安全倡议与海洋和平安宁、海上安全合作与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共商共建共享与全球海洋治理3个分议题进行了讨论发言。当我们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当我们举行这样一个求同存异的这种论坛的时候，我们看到美菲在举行肩并肩的演习，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就是进攻性更强。当我们在青岛搞这种海军的开放日，或者是说我们在搞这个西太论坛，议论新的话题，签订新的这个共识的时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态度。第一，我们这些装备的发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是为了搞针对第3方的这种挑衅或者军事的活动。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是为了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可以比较出，就是美菲之间的肩并肩演习和我们的就是搞西太论坛、搞这种海军开放日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而在此前一天，22号，年会讨论表决了论坛章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灾害响应指南、无人系统等议题。鉴于各国海军都在扩大以警戒监视为目的的无人航空器的使用，机身发生碰撞的风险也随之上升。1月，在南京召开论坛工作小组会时，中方就建议将组建研究避免无人机冲突的工作小组列入本届论坛年会的主要日程，并得到与会国家的赞同。近2年，美国的这无人机先后与俄罗斯和伊朗战机进行近距离接触，险些酿成事故。所以说，这有必要，对无人机的使用做一些规则性的要求。那么，对双方呢，这种无人机的使用以及无人机，到其他国家，你比如说侦察或公海航行等等，都应该有一个底线，要设定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规则。这样才能防止这一个是无人机之间这个碰撞，第二个无人机和其他有人驾驶的飞机之间碰撞。我个人认为，还涉及到无人机，应该它和这个有人这个驾驶的飞机一样，那么对于进入到其他国家领空，还是要尽量要避免的。
本届论坛年会表决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3.0 版和灾害响应指南情况更新等议题，深入研讨了修订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章程、成立无人系统议题研究工作组，并由中国担任协调国等议题，分享了部分国家在论坛框架下人员交流、救援减灾、联演联训等领域的经验。实际上，在1月召开的论坛工作小组会，30个国家的70多名海军代表齐聚南京，讨论了海上航行的相关文件的修订和更新，其中就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该规则对海上与他国舰艇意外相遇时的处置方式作出了规定。作为一种防止意外相遇演变为不测事态的机制，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由中方主办的2014年论坛年会上获得通过。有观察指，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屡屡出动舰船非法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黄岩岛邻近海域，并时有故意制造剐蹭。其挑衅行为不仅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关注，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中国通过主办西太海军论坛，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纳入讨论表决议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One of the strengths of WPNS is that it is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so it means that we can have good discussion around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the fact that we have so many chiefs of navy here from across the region and further afield,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这也表明了成员国都希望在公海航行的时候，这个相互的船舶，能够避免误解误判，保证这个各自舰船的安全，也维护海洋的安全和稳定。那么随着这个使用这个10年来，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对于完善这 KIOS 这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呢，也有很强的必要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它的使用，在当初进行审定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希望把这个 KIOS 应用于其他国家的领海，在它军舰进入领海的时候进行这个 KIOS， 就是利用这个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那么这一点实际上是不符合这个有关的法律的。那么实际上这个 KIOS 最大的这个它的益处就是在公海航行的时候相互之间那么进行这个规避。那么如果说在有一些有争议地方，那么也可以就是说应该是要遵守着海上意外相遇规定。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南海局势在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国家的搅动下，愈发呈现风高浪急的态势。本月7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4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炫耀武力。4月11号，美日菲领导人举行首次3边峰会，更是在所谓的共同愿景声明中罕见地直接提及中国，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在东海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并妄言台湾问题。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还对外放话，未来区域内还将有更多的联合军演、联合巡逻。4月9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以发表谈话的方式宣布，4月7号至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开展战机巡逻警戒、海空联合突击、舰艇编队战备巡航等演训活动。田军礼强调，战区部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全市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外界注意到，解放军在南海开展演训活动的当天，正是美日澳菲海上力量首次在南海海域举行全面海上联合军演的首日。正如南部战区所言，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军事专家张军社告诉深圳卫视，战机巡逻警戒、舰艇编队巡航，表明解放军密切跟踪监视外军舰机，防止外军舰机借机打擦边球；而海空联合突击则突出进行力量展示，本身就是一种震慑。而南部战区通过近来的一些演训行动，向外界展示，解放军有能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种种迹象表明呢，美国在利用这种联合演习、联合巡逻，来利用菲律宾，那么对于中国进行遏制，那么牵制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当然，对于他们这些挑衅性的行动，那中国军队，那是高度警戒，那么时刻
警惕着。那么对它这些活动呢，也保持着时刻这种监视。在南海这方面，我想我们军队是时刻做好准备，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么菲律宾企图在域外势力的支持纵容下对中国进行挑衅，它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此次西太海军论坛年会，无人系统议题是表决议题之一，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海上无人机冲突，来建立这个框架机制。其实呢，各国海军都在扩大以警戒监视为目的的无人航空器的使用，机身发生碰撞的风险呢也是随之上升。目前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危险的案例。那您觉得设置这样一个议题，是否已经是迫在眉睫？那我们要看到无人机呢，还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它由于没有人去操纵啊。这就会使得一些国家在使用方面它会更加的肆无忌惮。从无人机发展的情况来看，现在无人机的种类、无人机数量、无人机的性能都是越来越强的，尤其呢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之下。对，那现在的无人机呢已经具备了自主飞行能力了，也就是说它本身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很多时候进行飞行的时候不用人去进行管控，人类只要是把它监看上就行了。这呢就像客机的自动驾驶很相似，所以呢这也使得无人机呢在这样的飞行状态之中那突发性，也就是呢双方无人机进行突然相遇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前的大增。在海洋上空，如果两国之间的这种无人机呢在突然之间相遇，那么怎么去进行规避，怎么去进行紧急状态下的处置，所有这些呢都是需要呢不同国家进行相应的磋商。这样一来才能够制定一套呢相对可靠有效的规则。那么这次西太论坛在今年1月在南京举办了工作小组会，讨论了海上航行的相关文件的修订和更新，就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个规则是10年前2014年在中国举办的年会上获得通过的。经过10年，因应当前形势的变化，是否也已经到了更新和修订的时候？因为在过去的10年间，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是在中国的周边，我们的海洋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呢，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这种安全的介入的力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域外的大国呢，也加大了对于这个域内国家的这个南海的安全合作的力度。像这样的一些事态，它都在表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合作的这种步伐在加快，同时它会带来的这种军事活动的频繁，也会带来的这种海上的舰机的这种相遇的更大的可能和风险。所以像这个海上相遇的这个规则它可以对于我们接下来这个相关的国家规范舰机的行为，同时呢也是公海的活动上去避免一些摩擦剐蹭的这样的一些现象的出现，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解放军南部战区日前公布了此前为南海联合海空战巡的细节。那么根据这些细节您认为南部战区能够说出4个字“尽在掌握”，处于什么样的底气？在周边外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军事实力，我们现在软硬呢都是在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那显然中国现在有底气说这种4个字嘛，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嘛。所以呢，这呢其实就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其实在应对域外大国进入南海之后，我们也在想着各种办法去打破这种嘛。美国呢这些年他一直呢在想拉拢东盟，然而呢整个东盟里边除了菲律宾之外，而且菲律宾还很有意思，只是到马克思上台之后才积极的去配合美国。菲律宾呢在东盟里边显得是特别突兀的一个国家，像越南、马来西亚都拉不动。像马来西亚还有越南这些东盟国家这些年其实呢恰恰相反，它和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对，像马来西亚的这些防务展，我也参加过好几次。他们现在邀请中国海军去参加，尤其是去年就2023年，那我参加的时候，8翼飞行表演队在拉凯乌上空呢是进行了飞行表演。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呢，它是我们换装歼十 C 飞行表演机之后第一次在兰卡威首次亮相的。这本身就反映出来中马在军事合作方面关系呢越来越密切嘛。他们各国的海军兵力行动呢，我们是完全掌控的，因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态势感知系统已经是建立起来了，我们具备了对水面、空中甚至水下目标的全天候的态势感知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讲，对方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目了然。
我们的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包括火力打击体系呢，已经有效的运转了。我们的海空兵力的联合行动预案呢，也经过了反复的演练。所以，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有充分的信心，及时地加以应对，始终引导整个局势向有利于我们方向发展。近年来，中国海军除了加速提升自身实力，更是以开放自信的姿态，频频走出国门，履行国际义务。远洋护航、联合军演、国际救援、撤侨护侨等任务，都能看到那一抹熟悉又温暖的海军蓝。今年已经是中国海军执行亚丁湾海域护航任务的第16个年头了。过去10几年间，在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海域之一的海盗港，都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营救故事？中国海军的和平代码缘何成为中外商船的平安之音？人民海军这支和平之师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又如何与他国携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起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4月18号9时许，悬挂中塞两国国旗的编队舰艇乌鲁木齐舰、临沂舰和东平湖舰缓缓驶入塞舌尔维多利亚港。这是中国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开始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抵达当天，塞舌尔军方代表、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原塞舌尔医疗队队员和华侨华人等100余人在码头迎接，足见塞舌尔对中国海军来访的热情期待。与此同时，在亚丁湾海域，一场武力营救操演在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护航间隙火热进行。在编队统一指挥下，特战队员分别搭乘舰载直升机和小艇前出，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展开营救。每一次的行动都是展现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有力的担当，而且呢，也是用实际行动去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国的实际的行动包括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实际上呢，也向外界明确的表示，我们是这个言行一致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相信对于无论是相关区域的周边国家，还是对于使用这条水道的其他国家来讲，那么中国海军都是一个有力的、可信赖的保护者。在去年底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曾公开了一组数据：截至2023年12月，中国海军已连续派出45批护航编队，150余艘次舰艇，3.5万余名官兵执行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为1600多批7200余艘中外船舶安全护航，解救接护各类船舶近100艘，其中外国船舶占50%以上。执行护航任务的15年，见证了中国海军加快转型、向海图强的铿锵步伐，展现了海军官兵拥抱世界、守卫和平的使命担当。2023年12月17号，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安全护送马绍尔群岛旗歌剧号化学品邮轮抵达预定检护点，完成中国海军第1604批护航任务。船长瓦伊巴夫辛格通过无线电向编队官兵表达感谢，以及对中国海军护航15周年的祝福。5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Navy doing the patrolling in this Gulf of Aden. It's a very great moment. I would congratulate you all,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got a convoy with Chinese Navy for the transit in Gulf of Aden. We feel 海军首支护航编队由三亚起航，武汉舰、海口舰2艘导弹驱湾海盗有多猖獗。首批海军护航编队1月6号刚刚抵达任务海区，为4艘商船护航。第2天中午就遭遇了第1次险情。海盗船的母船后边带着一些快速的小筏子，这个母船插到了编队中间。当时我们处置的是这个直升机直接起降，母船的顶上悬垂，是咱们上面的特战队员，枪我们都是对着他的。他没办法，只有说往后退回来，我们编队正常航行。王洪耀还回忆起同月29号。武汉舰又接到求助信号，解救1艘受到11艘海盗小艇围堵的希腊商船的经过。我们直升机3分钟已经备航好起飞，带着特战队员就往那个求救商船那边过去了。去了以后一看，11条小船围着他，驱离已经没用，当时是特战队员直接就开火，海盗才离开。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无需帮助，并在16频道呼叫。如今，
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16频道呼叫我。这条以中英2种语言播发的通告，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军的和平代码，也是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外商船的平安之音。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船主动寻求中国海军的庇护，一些来不及申请的外国商船还选择跟随中国军舰航行。中国军舰上时不时传来为护商船表示感谢的声音。China Navy, this is Alpha 2. So what I said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very good assistance to escort my vessel. 中国海军近年来也通过联合演习，让各国海军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应对海上挑战。今年3月，阿拉伯海海域上，一场空前的联合演习吸引了全球目光。俄罗斯瓦良格号巡洋舰、中国海军2艘舰艇和1艘补给舰，以及伊朗海军的10多艘舰艇、快艇和保障舰共同汇聚阿曼湾。更让人瞩目的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曼、印度和南非海军的观察员也亲临现场，见证这场国际海上盛会。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此次联合演习，由中国、伊朗、俄罗斯3国主导，旨在共同应对海上安全挑战，探讨反海盗、搜救等重要议题。演习以确保海上经济活动的安全为首要任务。中国海军第45皮护航编队也积极参与，派出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为维护海上安全贡献一份力量。中伊俄3国主导安全纽带演习呢，实际上它有几大特点啊。那么其中呢，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内容是聚焦的。这次演习呢是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这一次演习呢，我觉得也向外界表示，中国愿意与各方那么积极的开展海上安全合作，那么为各个区域相关海域的安全和稳定，那么中国是有能力、有信心、也有意愿的做出自己的相关的贡献的。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亚丁湾 A、B 2点之间，也就是亚丁湾的东口、西口，走过了1600多个来回，安全护送7200余艘中外船舶通过危险海域。首先，我知道您参加了2015到2016年度的第21批亚丁湾索马里护航编队。那通过您的观察，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这些数字呢，充分地表明我们海军已经真正的走向了深蓝。我们海军可以在远离祖国大陆4000多海里的地方，独立地执行这样的作战任务。这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万里之遥的敌人实施准确猛烈的打击。这其实就是一种威慑，是一种真正的威慑。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讲，犯中华者，虽远必诛。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力。您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您提到，当您看到被救的这些商船的船只挂出了感谢中国海军条幅的时候，您内心非常的激动。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当时还遇到过一次这样的真实事例，有一艘中国的商船，上面有一名中国籍的船员，他的肩关节意外的脱臼了，要靠就近港口进行救护。至少要2到3天，伤员会非常痛苦。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么大一艘商船改变航线进港去进行医疗救护的话，整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对，所以当时这个船长呢，就向我们这个护航编队发出请求，说能不能派出军医来对他进行救护。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呢，立刻就组织小艇，把我们的骨科的军医通过小艇输送到这个商船上，通过舷梯登上商船，在现场对这名伤员进行了这个肩关节的复位，立竿见影，马上就可以恢复这个行动自由了。当时，那个整个商船，包括船长，还有这个全体船员，打出了感谢中国海军的横幅。在这个16频道里呼叫中国海军，感谢中国海军的时候，那你的那种自豪感，包括你的责任感，真是难以言表。这个，现在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激动。3月中旬，中国、伊朗、俄罗斯3国海军举行了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那这次演习呢，也是针对海上射击、反海盗，还有灯光通信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这个演习科目。
相比于一些国家进行反潜反舰这样的进攻型的演习，你觉得这说明什么？这些科目啊，首先可以让周边的其他国家打消一种顾虑，让美西方呢失去了炒作的空间，在这个地方进行反海盗以及呢其他方面，包括搜救啊等等演习，它是实实在在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尤其呢是在目前巴以冲突还在持续的情况之下，存在冲突外溢啊，海盗呢变得更加的横行的这种情况，这也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种考虑。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了30多年，但是在许多美国政客的脑子里，这种冷战思维仍然是存在的。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的安全一定要建立在绝对的霸权之上，谁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就要对他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所以美国主导的联合演习都是以反舰和反潜这种进攻性的科目为主的。而反观我们中伊俄的这次演习，包括我们护航编队在顺访过程中与那么多国家进行的这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这种海上的联合演习，充分地表明反对霸权、合作共赢、多极化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种共同认识。维护海上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国之间的持续合作与努力，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海上安全机制。那林先生，根据您的观察，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中国非常关注通过多边的机制来维护海上的安全，比方说像东亚峰会、像东盟地区论坛、金砖国家的机制等等，共同的维护海上的这种安全。同时呢，中国也非常重视通过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一些海上安全的问题。比方说，中美之间在海上安全的问题上保持着非常稳定的一些沟通啊。我们签订了关于建立这个军事安全磋商的机制的这个协定，签订了这个海空意外这个相遇的规则啊，还有备忘录等等。对于这个我们周边的一些海洋问题啊，中国一直恪守着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这种克制的立场，和东盟国家全面这个推进有效的落实南海各方的行为宣言，非常注重这个机制性的这个建设，像这个处理南海问题的这种双轨机制，还有5个坚持，对维护这个南海的这个和平稳定呢，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4月23日在青岛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的重要理念。那么，中国海军如何与各国海军一道，携手推进全球和地区海洋治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风险与挑战，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呢？中国坚定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绝不接受国强必霸的这种逻辑。我们以大量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海军在维护地区稳定、在推进海洋秩序和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努力。我们海军派出舰艇输送了960吨的淡水进行了紧急救援。在2015年在也门撤侨的时候，我们不仅撤离了中国公民，还撤离了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还有在2022年，我们海军派出舰艇驰援5200多海里，去输送救灾物资，等等这些行动啊，充分地表明中国海军以多样的实际的行动，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人民海军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它走出了一个坚决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坚决捍卫祖国的国家统一，然后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4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和行动的体系，引领各国去深切的去认识到，只有基于理念的这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安全，它才是真正的牢固的安全。对于海军来说呢，还是要更多的走出去，走得越多，去的地方呢越广。那显然呢，让外界呢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国海军。这样一来的话，海洋命运共同体呢也就更好的能够呢向前推进。可以说，海军航迹一路，那外界呢就会观感一路。这种情况啊，对于人民海军的形象是巨大的提升。
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呢更大的促进。